小子，老夫定要取你性命！他的灵魂气息竟然能让我解读3000雷幻身，老家伙，多谢馈赠了。终于摆脱那家伙了。这飞天的实力着实强悍，恐怕只有毁灭火莲才能对他造成威胁。可现在有的化生火，也只够施展一次了，得找个时机，好好修炼一下龙眼诀。3000雷幻身，以前的3000雷动虽然玄妙，却远不及飞天施展的3000雷幻身那般，凝聚出的分身具有自主意识，而且3000雷幻身需要3000雷动修炼到最高层次，方有几率凝聚而出。此功法对灵魂的要求极为严苛，怪不得风雷阁里也很少有人能修炼成功。入微、登堂、大成3个等级，每一级差距极大。若能修炼大成，实力能与本体相当。那飞天的分身应该是登堂境吧？否则，即便我有雨露心炎相助，也不可能如此轻易将他的分身击溃。以心御形，魂流于影，看来必须要在残影出现的那一刹，将一丝灵魂留于其中。只是那时速度迅猛，怎么可能来得及在其体内留下灵魂？1次不行就100次，100次不行就1000次，定要将之修炼成功。这3000雷动倒是越来越熟练，但是分身的凝聚还是不行。这地阶斗技果然不是那么好修炼的。天幕山脉也应该快要开启了，我得早日动身才行。这次来的倒是挺快。小子，伤我子民，夺我灵果，简直罪无可恕！今日你休想活着走出这片森林！你说你一个占山为王的统领，何必为了一枚无浆果苦苦追杀一我？这样做岂不是掉了自己的身份？小子，你只会躲吗？哪个不知死活的敢偷袭老子？成功了！多谢了。
看在你帮了我一次的份上，便让你继续安稳地做你的山大王。你小子别走！啊！天皇妖翅，天皇妖翅，你认识他？天妖皇族若是知道你炼化了他们族人的翅膀，恐怕这世上就再无你容身之地了。来，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小子，你算什么东西？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若识相，就趁早给老子把吴江国交出来！女子手握长剑，淡青色的衣裙将那玲珑有致的娇躯包裹得淋漓尽致，丰满的身材极让人心动。3000青丝被一缕青色绸缎随意束着，最后垂至娇臀。那张年轻而美丽的容颜并不陌生，赫然便是当年陪同云韵离开加玛帝国的纳兰嫣然。几年时间过去，如今的纳兰嫣然已经没有了当年的那股青涩，举手投足间都是散发着一股迷人的成熟诱惑。当年娇蛮的少女，如今也是真正的出落的倾国倾城。在纳兰嫣然的香肩上，有着一只娇小的白色狐狸，这只白狐毛发雪白，极为的柔顺，一眼看去颇有种令人爱不释手的感觉。如此可爱的小狐狸，对于女人来说，倒是有着不小的杀伤力。此刻这只白狐一对灵动的眼睛不断地转动着，似是因为对面三人体内弥漫的杀气缘故，一身雪白毛发的白狐正有些瑟瑟发抖，低低的咿呀声音从其嘴中传出。嘿嘿，倒还真是倔强的美人，不过却是有些冥顽不灵。以你这5星斗皇的实力，便不要妄想从我们3人手中逃脱，乖乖交出白狐，否则我不介意享受一下如此美人有多令人销魂。一名黄衣男子目光灼热地盯着纳兰嫣然，忍不住地舔了舔嘴，眼中有着一抹星号听的这家伙这般下流话语，纳兰嫣然俏脸也是变得愈加冰冷。对方3人的实力皆是在4星斗皇左右，若是单对单，他有把握短时间将其击杀，但这3人齐上，他却是有些难以抵御，更何况这3人同属一个门派，彼此间配合也是极为默契。先前的交手，他险些便是吃了亏，而且最令得他有压力的，还是那位一直坐在树枝上的男子。此人从一开始便未曾出过手，但那蓝嫣然在面对着他时，总是感觉到一股淡淡的压抑感觉。显然，对方的实力比他要强横许多。地灵门果然是盛产垃圾的地方。见到那蓝嫣然一语道破他们的宗门，3名黄衣男子脸色也是微寒，以他们的实力，在地灵门年轻一辈中也是佼佼者。虽然无法与唐英、凤小姐这等人物相比，但也算是小有名声。若非是进入天目山时需要通灵白虎引路，他们也不会平白与一名5星斗皇为敌。但既然如今做都做了，那自然是没有回头的可能。3人视线交织了一下，旋即微微点头，决定不再与之纠缠，身形一错，便是呈3角形将纳兰嫣然包围其中。强悍的深黄色斗气自体内暴涌而出，画地为牢。3人手掌狠狠地落在地面，顿时这片大地立刻颤抖了起来，旋即泥土急速涌动，碎石飞射间，仅仅几个眨眼间，一座由泥土所凝聚而成的囚牢便是破得而出，将纳兰嫣然困入其中。见到近在咫尺的土龙，纳兰嫣然俏脸略微苍白了一些，刚欲施展斗气，却是骇然地发现自己身体不知何时被一股诡异的黑色能量尽数缠绕。哼！就在土龙即将扑中纳兰嫣然那一刹，一道尖锐拳风猛然自不远处的浓雾之中爆射而出，旋即狠狠地砸在土龙之上，顿时后者一颤，便是化为光点爆裂而开。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得所有人都是一惊，包括那名树干上的男子也是略有些讶异的将目光投向了拳风传出的地方。是谁？在下地灵门黄天，还请朋友不要多管闲事。一名黄衣男子目光谨慎地在周围扫过，沉声道：这么多男人欺负一个女孩子，说出去也不怕丢了地灵门的脸。一道戏谑笑声从浓雾之中传出，旋即有着细微的脚步声响起，片刻后，一道削瘦身影缓缓出现在了众人的注视之下。望着那从浓雾中缓步而出的身影，惊魂未定的纳兰嫣然抬起头，刚欲道谢，然而待得他看见那张脸庞时，身体顿时僵硬，整个脑子都犹如在这一刻凝固了下来一般。好半晌之后，
方才难以置信地将一个隐藏在记忆深处的名字略有些艰难地轻轻吐出。萧炎，这位朋友看来是真的想上演一次英雄救美了。见到萧炎始终未曾理会自己等人，那3位黄衣男子脸色也是微微一沉。先前那自称黄天者声音阴沉的道：“滚吧！”萧炎眼睛未曾有丝毫转移，轻声说了一句，然后缓步走到纳兰嫣然身旁，瞥了一眼其身体之上缠绕的黑色能量，不由得轻轻冷笑一声：“暗属性斗气还真是少见啊，不过以你的实力，居然还出手偷袭，倒还真是挺让人不齿的。”话音落下，萧炎手掌一把抓住纳兰嫣然雪白皓腕，一缕碧绿火焰浮现指尖，旋即闪电般的刺出，对着萧炎指尖飞速点出。那缠绕着纳兰嫣然身体的黑色能量，也是犹如遇见火焰的残雪般迅速融化。树枝上身着深黄衣衫的男子，眼睛微眯地望着下方的萧炎，特别是在瞧的后者居然轻易将纳兰嫣然身体上的黑色能量驱逐后，眼瞳也是不由得微微一缩。萧炎目光淡漠地扫了3人一眼，手中重尺插在地面，脚掌猛地一跺地面，风雷声响起，而其身形却是诡异消失不见。见到萧炎诡异消失，黄天3人也是一惊，刚欲背靠背互相防御，一道鬼魅身影便是自面前浮现而出，旋即灵力拳风陡然袭来，狠狠地落在3人身体表面那盔甲之上。哼！拳头重重地击中3人，一股可怕劲道顿时倾泻而出，旋即3人便是犹如断线的风筝般倒飞而出，最后撞击在几棵巨树之上，一口鲜血直接喷吐而出。仅仅一招，便是将3名4星斗皇击溃。见到这一幕，纳兰嫣然玉手也是忍不住的轻掩着红唇，旋即目光复杂的望着那道削瘦背影。这个曾经被他认为是废物的青年，却是不断的走在自己的面前，而自己所能做的，似乎便是唯有仰望。几年前如此，几年后也依旧如此。你这小家伙，以后爷爷想你，就只有这画像陪着了。爷爷，哎呀，又忘记了啊！进来。行啦，别在爷爷面前用这些礼数了，把我孙女儿都弄得没灵气了。爷爷，来，让爷爷亲亲。爷爷，你的胡子也太长了。来，快来跟爷爷说说，你今天又除什么暴，安什么粮了？我今天教训了木战那家伙。哦，谁让他又去骚扰亚菲姐姐呢？这一次我把他跟他的手下们打了个屁滚尿流。那块木头又臭又硬，爷爷看着也讨厌。下次替爷爷多踢他一脚。对了，爷爷，今天来我们家那个小屁孩是谁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啊，那是萧家的人。你冲人家做鬼脸的那个小家伙叫萧炎，他的爷爷和我是生死之交。当年你跟萧炎同时出生，爷爷就做主给你们定下了婚约。婚约是什么？跟约架差不多吗？婚约嘛，差不多，只不过是他变成了要保护你的人。那萧炎可是个天才，有他保护你，爷爷就不用担心你被他欺负。我才不需要他的保护呢！等我从云岚宗学艺归来，还要保护爷爷呢。嘿嘿。到了云岚宗，你就是我们纳兰家的颜面。爷爷希望你能刻苦修炼，为纳兰家争光。爷爷，我会的。你们能从千万参试者中脱颖而出，站在这里，证明你们都是天资非凡。希望你们能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勤修苦练，让云岚宗日后以你们为荣。好漂亮啊！
宗主，宗主，您来了。今天就由我为大家上入门第一课，教大家如何操控本宗的看家阵法——云烟赴日阵。这是每个云岚宗弟子必修的阵法，要结成此阵，需要集结众人的斗气之力。这便是云烟赴日阵。待本宗所有弟子同时施展阵法时，此阵法的威力将到达顶峰，届时可覆盖整个宗门。现在，用你们的斗气去感应阵法。这批弟子天赋都不错啊，说不定宗主能从中挑出一名亲传弟子。接下来，我想请一个人上来，体验一下操控阵法的感觉。我想来，我来，你来吧。想要云烟赴日阵正常运转，发挥出应有的威力，所有人的气息都需要协调一致，否则会影响大阵的正常运行。务必听从韩师兄的调度，知道了吗？是宗主，请韩师兄多指教。入阵。状态，脾气暴躁，切记不可惹恼他。是。启动盾戒防御。控制好你的斗气。是。用这头低阶云兽去测试这帮孩子，是否有些勉强了？不好，盾戒防御！像我们这样做，别让你的斗气乱跑。我控制不了他。不好。都怪我，怎么办？大圣诞，快重新凝聚你的斗气！不行，我不能控制我的斗气。小心！没想到云盾居然可以这样用。我刚刚说过不要惹怒他。小心！没事了。
多谢宗主。你可愿意做我的徒弟？宗主一直没有收徒，现在破例收你为亲传弟子，你还犹豫什么？当然愿意啦！老师在上，收徒儿一半。不错，进步很快。老师的琴声特别好听，我听了修炼就特别来劲儿，好想赶快长大，这样我就能像老师一样又美丽又厉害。哎呀，孩子气！想变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比别人更刻苦修炼。明白，我继续修炼。大家都练得不错，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多谢纳兰师姐指导。纳兰师姐，你修为这么高，我相信一定能得到生死门认可的。你可别气馁啊！多谢师弟鼓励。师姐别客气，师姐一直以来都是我学习的榜样。哎，对了，纳兰师姐，上次我和祖父去萧家拜访时，还看到了萧炎。萧炎？那是谁？嗯，难道我记错了？嫣然，这是你要的丹药，我从果核老师那边拿来的，恢复内劲很有奇效。不过丹药再好，也比不上充足的修养，你切莫操之过急啊。云林长老已经多次向老师施压。若我再得不到生死门的认可，留给我的时间就不多了。谢了，我先疗伤去了。你刚才说的萧炎是谁？啊？哦，他是乌坦城萧家的人，听说是纳兰师姐的未婚夫。要想成为老师那样的人，就必须获得生死门的认可，成为云岚宗的少宗主。老师当年年纪比我小很多，就获得了生死门的认可。我已经试了这么多次，再这样下去，真会被别人替代了。
嫣然，快停下来，你会死在里面的。弟子绝不能辱没了您的脸面。为师从来不看重什么脸面，他人有非议，自有老师替你挡下来。风之极，老师，您对嫣然的好，嫣然从不敢忘。可嫣然从小的心愿，就是想成为和老师您一样强大的宗主。弟子不能，也不愿意放弃。老师，从小您就包容我的任性，这次请让我再任性一次吧，否则我会后悔一辈子的。嫣然，嫣然，嫣然，生死门承认了你。从这刻起，你就是云岚宗的少宗主。萧炎哥哥